百年难遇的水兔双春年2023年究竟是吉是凶呢？帕克给出了答案。帕克在2023年出的几个视频中准确地预言了地震，行星与地球擦肩而过。他预言地球的磁极将偏离，必将带来更多的地震和洪水之灾。在进入2023年之前呢，很多人都认为无论是牵扯甚广的俄乌冲突还是夺走无数人性命的新冠疫情，都会画上真正的句号。然而事实证明呢，灾难重重的2022年仅仅不过是一个暴风雨来临前的小风浪，真正令人万分担忧的还在后面。甚至连预言家都无法准确地告诉人们2023年这些灾难会恶化到什么程度。但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场灾难化后都足以改变人类的命运。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帕克2023年6大预言。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嗨，大家好，小唐。帕克说呢，在纽约地区呢，2月6日的早上，当时就发生了3.8级的地震。尽管地震的强度是轻微的，但也是这个地区数十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了，让不习惯地震的当地居民呢深感不安。而地震没有造成人员的受伤以及重大的财务损失，但是当地的居民呢在社交媒体发帖显示房屋在摇晃，混凝土呢出现了小裂缝等等现象。而就在同一天早上呢，远在5000英里之外的土耳其也发生了7.8级的强烈地震。帕克对自己的预测呢就感到困惑。他说在以往的预测中他看到了地震，并在预测中说呢纽约将会发生地震。没有想到当3.8级的地震发生在纽约的时候呢，更大规模的地震同时就发生在了土耳其。帕克就说他对纽约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想法和感受。纽约不是一个地震的断层难道感觉到的纽约的摇晃是一种象征吗？是一种金融危机的象征吗？那对于2023年的预言的第一条呢，帕克就觉得全球会出现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其实呢，他推测呢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连续几年的疫情影响呢，世界各地的经济发展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疫情依然没有全面消失的今天呢，全球之内一直都充满了动荡，许多的国家因此都出现了物价疯涨的现象。如果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呢，出现经济危机也是很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也应该做好长远的打算，早加预防呢，以免到时候措手不及。预言的第二点说的是粮食危机他就揭露了2023年越来越严重的粮食安全问题。在他看来呢，当前2023年代代表着更不稳定的世界的局势，并且在饥饿中生活的人数会持续的增加。这番话呢自然不是在吓唬人，因为几年的疫情呢，再加上时局的动荡许多的国家自顾不暇，农业发展呢也陷入了困境，全球的粮食产量也一直呈下滑的趋势。有高达3亿人每时每刻都在面临着缺粮的恐慌，尤其是有着数十亿人口的非洲大陆。而2023年呢，全球缺粮的风波还未平息，很多落后的国家地区呢依旧难以吃饱饭。所以对于那些本来就面临恶劣生存环境的人们来说呢，一旦日后爆发全面的粮食危机呢，他们在生活当中呢只会更加的如履薄冰。而他所预测的粮食危机也并不是空穴来风很大程度上呢是来源于全球气候环境的变化。近几年呢，极端天气的反复出现也对农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多地的农业产量呢都有明显的下降。所以呢，这也将是我们必须关注的话题。那第三个预言是小冰河期的到来。帕克就提醒人们，小冰河期即将到来。如今大家都感受到了这个迹象，因为近几年来地球上的平均气温一直在逐渐的升高嘛。尤其是刚刚过去的2022年由于人类肆意排放温室气体呢，去年全球世界的绝大多数的国家都遭受到了热浪的侵袭。而美国航天局最新的报告就指出2022年成为了人类历史以来全球第5热的年份，从而导致了格陵兰岛等冰川出现了大面积融化的现象。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地球的双脚迈入了持续冰河期的那一刻已经不远了。这一点呢，也是基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基础上所预测的。近些年来，由于生态环境遭到了大肆的破坏呢，全球气候就有了很显著的变化。随着各类极端天气的增多呢，夏天将变得更加炎热，冬天呢会变得更加寒冷。那这样的气候环境也为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很显然，如果到了小冰河期呢，最先被无尽严寒笼罩的地区就是北美。然后这种极寒的气候会迅速波及到其他国家，届时地球上大量不耐寒的农作物呢将会遭殃，包括很多无法适应的恶劣天气的动植物都会遭殃。所以你能够想象吗？在前几天4月的中旬内蒙的鄂尔多斯居然还下了大雪，以及西安好像也下了大雪。那去年可都是20多度了呀。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历史上最近的一次小冰河期呢，就发生在明朝。
而相关的史料记载很详细啊，浙江的淮徐等地啊，大雪数尺，为东之海啊，冰40余里，人畜呢冻死万计。因为这场灾难还触发了蝗灾、旱灾，频频上演。至于当时不幸丧命的老百姓，更是不计其数。可以说，这也渐渐地证明了大明王朝当时走向了灭亡。不过，根据一些专家的推断呢，他们认为啊，小冰河期真正进入人类的视野呢，还至少需要1000年左右的时间。第4个预言是自然灾难啊增多。这几年呢，持续不断的洪水、干旱、地震、海啸呢，都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也为人类的财产带来了无法避免的损失。所以帕克就预测，在2023年呢，各类自然灾害还会继续增多。比如像许多的南方地区会突然下雪，这一切大自然就早就给了我们警示了。帕克还说，我也有另外一种预感呢，印度不久将会有大事情发生，或许是下个月会有大事发生，但这仅仅是一种隐约的感觉。或许以后他说我会知道更多。他说有的时候我对一些东西有一种模糊的感觉，但是突然之间他就清楚了。有的时候事情会使人突然看清一些东西。但对于印度，他说我有一个不好的感觉。他说我以前对土耳其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我自己想多了。因为他说我以为那是一场战争，但其实呢，最后那边发生的是一场地震。他说我并没有预测印度也会有地震，但是我会对印度有一种不好的感觉。而帕克还提到了灵媒凯西。他说凯西曾经就预言过地球的磁极会发生变化，将来地球的磁极将会围绕着地球的旋转轴线摇摆16到20度。由于地心的运动地心中充满了液态的铁水和熔岩，这就使得地心的磁极不时的在发生颠倒。一旦磁极改变呢，就会引来一场巨大的火山喷发以及大洪水。届时美国西部的沿海地区会出现大量的水灾。但你也知道，地球的磁场呢不会突然改变，而改变的原因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全球气候的改变。帕克还说，德国的研究人员托马斯就预言，2046年的时候将会有一颗小行星呢从地球与月球的中间穿过，但不会撞击到地球，但它却会产生强大的地心引力，从而产生大量的地震和水灾。例如呢，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将会遭受一次大地震的冲击，亚洲也将会遭受到强震和特大的地震的袭击，一些地方将会被大海淹没，而欧洲呢将会受到地震的影响。也有大量的这个洪水和波罗的海北部的火山喷发。但帕克相信呢，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东西都是可以改变的，这取决于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甚至呢就像小行星靠近地球这样的事件都会由于我们的业力而增加或减少。所以帕克就认为，只要有好的思想行为和善良的爱与态度呢，我们就有能力改变命运。第5个预言是能源危机他说，由于这2年国际上形势的战乱呢，所以导致了全球油价不断的上涨，许多的车主们都深受其害，苦不堪言。其实从这个根源上来说呢，也是因为出现了能源危机，石油的供应的能力不足，才导致了价格不断上涨。而帕克的预言中呢，今年我们将迎来更为严重的能源危机，就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们该如何来应对了。此前帕克在预言中就声称自己看到了核电站起火的现象，意味着2023年可能会发生核电站爆炸的严重事故。毕竟一旦核电站爆炸呢，其瞬间产生的核辐射会大幅的扩散到周边的区域所造成的核污染呢，对人类的危机更是难以估计。他还说，我还做了一个预言梦，看到了一个著名的足球运动员他会受到一次改变生命的伤害。他说，但我不知道那个足球运动员是谁。帕克还说，宇宙间存在着其他的生命我们的太阳系的某些行星卫星上就可能存在着智慧生命，他们有可能乘坐任何类型的飞船旅行很远的距离，穿梭于地球和行星之间。帕克表示呢，现在有许多人相信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虚拟世界。当我们在量子力学上取得进展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其中找到了一些漏洞。我们开始猜测呢，或许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其实只是一种我们所见过的虚拟现实而已。我们所看到的现实其实只是我们的主观经验。关于世界的虚拟性呢，牛津大学在2023年就提出了虚拟世界这个概念。一位哲学教授呢，尼克波斯特罗姆就发现了一个来自于微观世界的暗示。科学家就发现，当他们能够看到微观世界的时候微观粒子永远都是处于一种朦胧的状态。只有当人观察到它的时候呢，其状态才会确定下来，它才会变得清晰。这就仿佛和我们玩的计算机游戏很像。电脑游戏为了节省算力呢，会对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进行幕后处理。只有当人们必须点击其该详细的信息的时候，它才会变得清晰起来。还有就是宇宙那么大，不管从哪方面来讲呢，人类都不应该是宇宙中唯一的文明嘛。
但是目前却没有发现其他文明。唯一的解释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呢是一个虚拟的世界，而运行这个虚拟世界的计算机的算率只能模拟一个智慧文明。之所以宇宙看上去会那么大，只是程序给我们制造的假象。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有极限的，比如速度的极限是光速。当超过这个限制的时候一切的物理定律呢都将会失效，而这个限制也正是这个虚拟世界所能达到的极限。正如我们所知的，现在人类正面临着各式各样的危机嘛。研究人员就相信这些就是那些创造了这种虚拟世界的程序员的本意。他们就想知道一个智慧文明怎么样应对和解决当前和未来的这种危机，也许对于他们以后遇到了相似的问题就有帮助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都不是从系统那里得到的。在哈佛大学的史密森天文物理中心的科学家们在2014年呢就连接了8000台电脑，用我们所在的世界为范例呢，创建了一个3.5亿光年的仿真宇宙，然后呢将虚拟世界的寿命设定在了131年。所以如果某一个智慧文明拥有了足够的科技，那么他们就有极大的几率去创造虚拟世界，甚至会创造大量的虚拟世界来研究嘛。而虚拟世界里面的智慧文明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因此虚拟世界的数量将会是一个大的无法想象的数字，而我们人类的世界就很有可能是其中一个。那第6大预言呢是世界趋势。帕克说，关于美国总统拜登下台的说法是美国总统在任期间呢，美国方面可能就会提前推选出新的领导人上台。结合当下拜登的处境他说就知道了。由于前几年肆虐的疫情呢，已经让拜登呢就失去了大部分国民的支持和信任。根据美国此前的民调显示呢，他的支持率甚至跌破了41%左右，可见越来越多的美国的民众都希望拜登能够辞职。然而作为白宫的前医生的杰克逊呢，更是公开发文戳到了拜登的痛处，表明这位美国总统的认知能力已经出现了衰退的迹象，很难继续胜任总统这个身份了。而帕克还说在遥远的未来呢，我还看到了一个时代。他说那个时代是英国和美国融合的更加紧密了，甚至最终可能会与美国形成新的经济联盟。但是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说那是在威廉的王朝结束之后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帕克还说我们的祈祷，我们发出任何的正能量，那都是强大的力量，它可以影响世界，甚至改变世界本身的进程。就像地震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思想，上升到一种集体意识，那这会微妙地影响整个人类的意识，从而影响大自然。所以呢，我们必须发送美好的想法，爱和善的意念这些都会对世界产生强烈的影响，让世界呢变得更加美好。最后呢，帕克的预言呢，可能只是根据大数据而做出的推测而已，所以大家呢理性观看。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与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